你还记得几年前的空中步道狂热吗？全国各地短短几年内盖出了13座性质非常类似、造价却极为昂贵的天空步道，大多数在短暂的热潮结束后，人潮锐减，财务状况陷入危机，让交通部宣布不再辅助地方新建这样的设施。这个地图迷雾系列我会设定一个主题，并且想办法找出相关的景点去旅行。今天我要去自诩为天空步道故乡的南投，探访3座曾经耗费巨资建造，如今却荒废于山林间的千万级废墟。经过这些恐怖的落石区以及杂草丛生的山间小路尽头，难以想象会有一座耗费7500多万元打造的观光景点藏在这里。这里同时也是这一波天空步道热潮的起源地。40年前的太极峡谷发生了严重的山难事件，成为了禁区，封锁到今天。后来总共投入了7500多万元来开发比较安全的地带，在开幕的初期吸引了不少游客到访，但后来的营运状况越来越差，这些年来多次的长时间暂停营业。今天又再度成为了一座废墟。在我的身后呢，这一栋建筑物是竹山天梯的服务中心哦。不过目前已经是停业的状态了。到了最近停业之前，2024年全年只有8000多人来到这个地方。基本上这一条路已经不太会有车再开过来了，因为前面的竹山天梯已经荒废掉了嘛。前面这2个货柜屋呢是当时的贩卖部，不过可想而知，现在应该都已经没有在营业。这一间店好像叫做不倒翁2005年的时候开幕的时候，当时只要15元就有一碗招牌炒面了。2005年完工的时候，还没有这一栋服务中心，而是一个非常具有华国美学的景区入口。当时它以全台第1座、世界第2座阶梯式索桥吊桥的名号作为卖点，横跨太极峡谷的上空，桥身全长136公尺，可以在桥上俯瞰被誉为西部太鲁阁的太极峡谷美景。这边的海拔高度大概900多然后天梯的位置好像是在海拔高度要往下落差200公尺的地方，这样走起来很累天梯游客中心的里面都变成废墟了，不过也算是比较干净的废墟啦，没有很乱。在114年的3月3日起至9月30日休园，造成不便，敬请见谅。现在已经10月底了109年度的审计部报告中提到这里的各项设施合计投入了7548万元来建造。2005年的时候开幕，吸引了非常多游客来访。短期的成功让全国各县市争相模仿，台湾开始酝酿一场天空步道狂热。各位不要小看这个地方，现在变成一个废墟其实南投县政府非常有野心，他们打算花7亿多在这边盖缆车，而且这个缆车呢，因为它是小于2.5公里，所以不需要经过环评，可以直接说盖就盖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搭缆车下去，到下面的瀑布，然后缆车再一路上去到上面的八卦茶园。你可能会觉得竹山天梯也才刚暂停营业，整修延期一下也是难免的吧？接下来这个地点，2021年宣布暂停营业进行整修，到今天已经4年过去了，还没开放。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在的进度如何吧。好了，各位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南投县的信义乡，这里有一个牌子，这边写着平赖琉璃光之桥，琉璃2个字。就可以知道这座桥可能跟玻璃有关系没错，当时它的卖点呢，就是以桥梁的桥底就是我们人站的地方呢，是玻璃所以你站在上面非常非常高，你可以直接看到桥底下，感觉是非常壮观，然后也非常刺激
其实这一个景区的重点是那一座吊桥，上面那一座才是重点。这边是当时的出口，这一条路一样啊，上去就没什么东西了，所以应该不太会有车。在2021年的时候，乡公所曾经公告要进行整修，然后本来是预计当年的8月恢复，但是现在还没开放。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一座桥都已经破损得相当严重了哦。好了，原来这边是出口啊，那我们再往上，我们去入口看看，看一下现在的入口变成什么样子。出发。平奈琉璃光之桥位于内毛埔溪和平奈溪的汇流处，这里其实是一个健行园区。除了玻璃吊桥以外啊，还有很多的小景点。其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一线天飞来石，看起来真的是一颗石头飞过来，撞到了一颗更大的石头，小石头就这样卡在裂缝上啊，步道就这样从裂缝中经过。信义乡公所自筹600多万元改建原本就存在这里的福德吊桥。2015年开始正式营运，当时以全台第一座玻璃吊桥为卖点，第一年吸引了24万多人来访，但是第2年开始新鲜感退去，游客人数直线下滑，600多万元的建造费用，还有后续庞大的维护营运成本，对于人口不多的信义乡来说，成为了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。好啦，各位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平奈琉璃光桥的其中一座路口。这个路口旁边两边好像是人家种水果的地方。这边有一座土地公庙，所以这个路应该都还是有人在走啦。因为土地公庙应该都还是有人在祭拜。请未购票之游客至售票处爱国大桥旁购票，园区内凭票入园。所以当时在这边检票吗？好了，看来是没有闸门。没有闸门的话，那我就走下去咯。本来要让民众来亲近山林来参观的，但是现在反而民众没办法进去啦。进去就是一线天啦，然后一线天再过去就是吊桥了。可是现在大门深锁，看来是，没机会喽。然后我刚刚问了一下当地居民，我现在找到了第2处的入口处，这边应该是主要入口处啦。不过现在已经长这样了，说好了正在维护当中呢。为维护森林，请将垃圾带走，非常讽刺的牌子啊。前面2个地点在未来都还有恢复营业的可能，但是最后我要去的这个空中步道花了2400万新建，结果只营运不到4年就荒废了，相关的管理办法也已经废止了，不再有恢复生机的希望，彻底成为山林间的巨大垃圾。好了，现在开车上来，刚刚沿路的路真的是好小一条哦，所以呢，当时一定是要搭接驳车上来啊。那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龙凤瀑布空中步道的入口处，现在入口处这边已经荒废掉了，已经荒废非常久了。在前面这边就有一个公告啊，它上面写着中寮乡的龙凤瀑布空中步道园区，由于安全性及亏损的问题哦，自108年10月31日起就停止对外营运了。哇，前面已经可以看到瀑布了，这应该是最后的阶梯了。我刚刚头上好像用到蜘蛛网。
现在这个是凤瀑布啊，那龙瀑布的上面呢，会有一个 U 字形的步道凸出来。现在龙瀑布在整修啊，所以没办法进去龙瀑布里面看。但是我的身后呢，就是另外一个瀑布，叫做凤瀑布。这2个瀑布呢，就组成了这个地方，叫做龙凤瀑布。那当时南投县政府啊，为了要开发这个地方，在龙凤瀑布这边打造了一个园区，然后呢，盖了一座仿照美国大峡谷的 U 型天空步道。它从开业到停业只花了4年的时间，就这样耗费了2000多万元。我现在走到这边是入口了，这边有一个收费表，它上面写的是全票是100块，然后优待票是70元。我在网络上看到人家的心得啊，人家说进去基本上10分钟内就可以逛完。就只是进去为了拍个照而已，这样要花100块，可能真的不是很吸引人。所以，我们台湾真的需要那么多天空步道吗？过去各县市疯狂的比长、比高、比刺激，我们的山林成为了用完即弃的免洗工具。然而，我们现在还有许多的天空步道正在亏损中寻求解放，但是建造一次性景点的脚步似乎没有停下。即将完工的5亿元松岭之星，明年即将开工的7亿太极峡谷缆车，这真的是台湾观光的唯一解放吗？